10年前，那個22歲女孩主動嫁給67歲大爺，說永不後悔，並給大爺生下一兒子的張鳳，如今怎麼樣了？1987年，張鳳出生於湖南一個農村普通的家庭，家庭情況應該可以用貧苦來形容。而張鳳的出生可以說是一個意外，她出生時家裡已經有5個哥哥和姐姐了，到她這裡排行老6。原本張鳳還有個雙胞胎姐姐或者妹妹，奈何當時計劃生育嚴格要求，再加上家裡並不富裕，無奈之下，張鳳的母親只好喝下打胎藥。與張鳳一起的姐妹在藥物的作用下都沒來得及看一眼這個世界，就離開了人世。幸運的是，張鳳卻奇蹟般的活了下來。張鳳剛出生這一年，故事的主人公文長林已經是一個45歲的中年男子，身邊已經有了漸漸長大的兒女。文長林是村裡的一名醫生，醫學知識比較淵博，他的醫療事業在村裡也做出了一番成就，在村裡還算小有名氣。後來因為年齡大了，也慢慢步入老年生活，準備退休。在這期間，文長林的老伴因為患上疾病，先行一步去世了。文長林一個人生活顯得非常清苦。原本他與張鳳的人生軌道並不重合，他們又如何走到了一起呢？那天，文長林接到一個電話，村裡有個人得了重病，要他去幫忙看病。原來這個電話就是張鳳的母親打來的。那年張鳳僅僅6歲，父親就患上了白血病中風，只能臥病在床。不得已之下，張鳳母親把鄉村醫生文長林請到家裡為丈夫診治。因為張鳳父親的病比較麻煩，需要時常觀察和照顧，同時張鳳的母親也覺得文長林每次來回看病耗時又耗力，比較麻煩，所以就為文長林準備了一個住所。等文長林看完病，天色如果太晚了，就在張家住下了。如果張鳳父親出什麼緊急情況，還能吃個定心丸。這樣一來，文長林就成了張家常住的一員。因此冥冥之中，文長林與張鳳便相遇了。當時的張鳳才是一位6、7歲的小女孩，張家的家庭條件也相對差了一些。文長林不僅不收張家給的醫療費用，還經常帶各種吃的給張鳳。文長林對待張鳳就如同對待自己的女兒一樣，疼愛有加。這段漫長的治療期間，照顧父親的生活起居只有媽媽和張鳳2個人，有時常常會感到無助。母女倆也不是沒有打電話給上面的5位哥哥姐姐，叫他們回家，但都被他們你推我，我推你的變相拒絕了。當時張鳳的母親又不幸出了車禍，這無疑是讓本就糟糕的家庭情況雪上加霜。對於年紀還小的張鳳，也是一種巨大的打擊。而此時，文長林就變成了他們家中唯一一個能撐起責任的外來男人。文長林不僅沒有拋棄他們，還時常開導張鳳，對這個沒有任何血緣關係的家庭盡心又盡力。對張鳳來說，彼時的文長林比5位哥哥姐姐更像家人。漸漸的，在張鳳心裡已經把文長林當作家人，同時對文長林有一種愛的感覺。這種愛意或許對張鳳來說更像是父愛吧。至少在張鳳還是孩子的時候，因為孩子時期自己的父親就生病了，沒給到他多少照顧和關愛，久而久之，張鳳心裡就已經把文長林當作父親或者長輩。時間來到2001年，張鳳已經是個15歲的青春少女，而文長林此時已經步入花甲之年。張鳳的父親經過長達8年的治療，病情依然沒有好轉，最終在病痛的折磨下走完了自己的一生。文長林看着張鳳的母親每天一人操勞家務活，疲憊不堪，於心不忍之下，偶爾也過來幫忙，同時也經常在照顧張鳳。張鳳當時已經是青春期少女，對愛情已經有了懵懂的感覺。或許當時在她的心裡，以後要找丈夫應該就像文長林這樣的男人吧。時光匆匆，一晃7、8年的時間就過去了。長大成人的張鳳為了家裡的開銷，選擇南下打工，希望能給母親過上更好的生活。雖然此時的張鳳與文長林相隔2地，但文長林對待張鳳依舊如同自己的孩子，每隔幾天都會給張鳳打上一通電話，
一邊噓寒問暖，一邊讓他照顧好自己，有什麼事兒一定要對他講。有一天，身在外地的張鳳手機不小心被人扒走了，而這件事也正是文長林與張鳳步入愛情的轉折點。早幾天前，經常給張鳳打電話的文長林突然聯繫不上張鳳了，這讓他滿心着急，以為是出了什麼事兒。另一邊，張鳳丟了手機，也是心急如焚，不知道該怎麼辦了。最後，他唯一想到的是給文長林打電話，讓他送一個手機過來。幾天聯繫不上張鳳的文長林接到張鳳的電話，喜出望外。得知張鳳居住的地址之後，天還沒亮就登上了南下的火車。當見到張鳳時，文長林把自己剛買的手機送給了張鳳，而此時的張鳳心裡滿是感動。看到文長林因為着急而有些發黑的臉龐，張鳳不知不覺的就緊緊地抱住了文長林。也就這一刻，張鳳的心裡只裝得下文長林，腦袋裡也產生了一個想法：婚姻對女人來說，不就是嫁給疼愛自己的男人嗎？眼前這個男人不就是那個一直疼愛自己、對自己照顧有加的男人嗎？於是張鳳下定決心要嫁給文長林，並把自己的想法告訴了母親。不出意外，母親是反對的，因為他們年齡相差實在太大了，整整相差了45歲。對於一個家庭來說，相差45歲的確令人難以接受，又怕張鳳以後會後悔。當時母親是希望自己的女兒嫁給一個鄰村的小伙，甚至還瞞着張鳳偷偷收下了那家小伙家人的彩禮錢。但她低估了自己的女兒下的決心，張鳳不願意母親安排她嫁給一個自己不喜歡的人。於是她對自己的母親說：“我這輩子只嫁給文長林，永不後悔。”母親拗不過她，只能硬着頭皮答應。當時在村裡還引起了巨大的輿論，也免不了不少村民投來異樣的眼光。不少人認為這個姑娘應該是被什麼沖昏了頭腦，但是在張鳳的心裡，這些她都不在意。她愛着文長林，只想嫁給他，於是他們就這樣結婚了，並且張鳳還為文長林生下了一個兒子。但遺憾的是，在這場不受家人支持和祝福的婚姻中，文長林的心裡一直對張鳳有些愧疚。在外界那些異樣的目光中，他們二人雖然在一起，但是一直沒有舉辦婚禮。直到2020年，他們勇敢地登上了涂磊主持的情感節目《幸福來敲門》的舞台，大膽地向觀眾們介紹他們的感情。趁着這個機會，文長林才提出了舉辦婚禮的想法。之後他們二人還拿到了結婚證。如今他們結婚已經将近10年了，文長林77歲，張鳳32歲，夫妻二人還過着幸福美滿的生活，而周圍的人也慢慢接受他們的感情，不再閒言碎語。對於將來的日子，文長林說：“如今我年紀更大了，家裡沒有什麼財產，只有3間土房子，不久前就申請了低保，希望兒子好好讀書，以後報答社會。”正應了網上那句名梗：“我領低保養你。”張鳳則說：“如果有一天真的只剩我一個人了，那我會把孩子撫養成人，他將是我全部的依靠和寄託。”看了這樣的愛情故事，我只是想說，或許這就是所謂的愛情吧，同時也祝願他們能夠一直的幸福快樂下去。對此，你們又是怎麼看的呢？